终于吃饱了，可以美美的睡上一觉，不像某些傻子饿着肚子睡不着。切！怎么了？是不是受风寒了？穿上，快点！你把衣服给我穿了，你自己当心着凉。放心吧，别说这点小小的雨了，就算下雪天，我也光着身子在雪里头跑。我这盔甲不易沾水，已经干了。你好好披着，可以保暖，否则着凉了就不好办了。里头还有干粮，你拿去吃吧。我可不敢吃。哎呀，你就吃吧，过一会又饿了。你不拿吃的，你怎么拿人家的？不好意思啊，我重新拿过。是这个吧？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，子健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母亲，崔姑娘，又劳烦你了。夫人不必客气，只要三公子能早日康复，崔丽再累也是值得的。母亲，你看崔姑娘如此的善解人意，将来谁娶到她，可真是有福气了。是啊，夫人，你也累了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，这里有我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子健就劳烦你了。放心，母亲，回吧。无言，你也回去休息吧。你的事情我已经听夫人说了，难得你对三公子如此忠心，一直在照顾三公子。不过这几天你都未曾合眼，这里有我就可以，你还是回去休息吧。对不起，你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蜜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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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蜜姐到底是什么人呢？蜜姐，三公子，真是谢天谢地，你终于醒了。无言，别跑，别吓着母亲。三公子，药已经煎好了，你趁热喝了吧。药。多谢崔姑娘。你还记得我？
崔姑娘兰心蕙质，子建怎么会忘怀呢？三公子小心！天凉了，我去给你拿件衣服。怎可劳烦崔姑娘了？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公子何必如此客气？来，多谢崔姑娘。细心照顾本应当，本应当。姑娘照顾愧难当，怎可劳烦女红妆？只要公子早痊愈，小小辛劳又何妨？又何妨？子建，娘，子建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可把娘给急死了。你看看，你又瘦了这么多。子建，你昏迷数日，母亲也是为了你茶不思饭不想，日啼哭夜难眠，担心的要死了。娘，孩儿不孝。儿时为娘心头一块肉，见你受伤，怎不心肠痛？泪目啊，为子心牵挂。子见不孝，真该骂。子建啊，请娘来处罚。傻孩子，娘怎么忍心处罚你呢？你没事，娘就放心了啊。不知为娘寡犯自荐。
深意，说声对不起，深深在意。这也不能怪子介，听说是子桓想出去走一走。是啊，这子桓要是回来，我一定好好的骂他一顿。娘，大哥还没回来吗？那蜜姐呢？甄姑娘被袁熙挟持而去，子桓是单独前去救她。你父帅不放心，就叫子文带着兵马去接应他。但是怎么样？但是至今也未有消息。原来三公子口中的蜜姐就是袁熙的未婚妻。三公子与她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昏迷之中一直在叫她？蜜姐，你到底脱险了没有？但愿大哥能将你救回来，要不然天涯海角，我一定要去找你。英雄救得美人归啊，响彻百里梨花魁，小婢盼望心愿碎，能与征途永相陪，永相陪。怎么了？大公子，车轮卡住了。哦，小姐，姑娘，怎么了？这车轮坏了，不如你们先下来休息一会儿。好。大公子，南山玉翠金如画，遍地如锦春风吹。枝上野鸟相依偎，杜鹃美人映双随。你是豪杰大英雄，身边怎牵女红妆？用纸素粉有何用？心中只将一人钟。只见姑娘娇颜容，无限深情在心中。今日为你相思中，夜夜盼你来入梦。句句痴情语爱，抽杀征服的胸怀。他怎知我心里有爱？断白流绿口难开。
妻，我却钟情于自荐，沉吟束缚寂寞地，教我学小溪事情。看你不言又闷闷，不妨试言对我云。看他万般的诚恳，真夫怎能说出春？姑娘，姑娘为何欲言又止？难道姑娘不相信曹丕的一片真心吗？不，我知道了，姑娘是怕父帅他。大公子，你对我的好，甄夫都知道。只是咱们没有缘，还请大公子将我忘了吧。无缘，我跟他今生真的无缘吗？不，我一定要娶到你。你是说，你看到这玉钗，才知道我出了事情？我正是因为这玉钗，才会被……算了，都过去了。你先下去吧，我要静一静。蜜姐，不知你平安回来了吗？哦，德祖啊，三公子，无言呢？我要静一静，所以……你看着无言，真是的。来。闭上。多谢德祖。三公子，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？多亏了华佗大夫妙手相助。是啊，华佗大夫果然是好医术啊。德祖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哦。卑职来了一会儿了，在门口叫过三公子，意义见三公子后，
二一，公子不言不语，目含情泪，卑职不得已再呼叫三公子。诺，诺，此三一了。德祖怎好开我的玩笑呢？啊，请坐。诺。哎，坐吧。德祖，那日子建与你相遇，你我相谈甚欢。你叫我子建，我称你为德祖。如今你卑职长卑职短的，叫得我好不习惯。这礼不可废。如今杨某已为令尊帐下一名主簿，既是为属，怎能不遵礼仪呀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公事上你爱怎么叫我管不着，但是私底下咱们好友相聚，互道名字就可以了。诺，杨修遵命。你呀，哎，怎么样？被我抓到了吧？抓到什么？当然是抓到了让子建魂牵梦系、萦绕在心的那位玉钗佳人呢。哎，嘘，德祖，千万别大声，若是被人听见了，多难为情啊。也好，不过你得告诉我，他是谁？这，德祖，你我一见如故，那我也不隐瞒什么。这玉钗的主人正是甄宓。甄宓？甄，姓甄，是那袁熙啊，是邺城第一大美人呢。杨某素闻那甄姑娘如何美丽，如何娇艳，却从未曾见过。子建，不如你就像我这个山野中人描述一下，如何？哎，既然子建不便启齿，那杨某也不好强求啊。那我只好逢人便问，三公子是如何与甄姑娘相识，如何与甄姑娘谈情说爱？哎，不可，千万不可！那就由你亲口告诉我。哎，子建，待会儿我也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啊！消息？是不是蜜姐平安回来了？蜜姐？哦，原来就是甄宓啊！哎，快说，你初次见她的感觉是如何的？你这么好奇？这……唉，既然你这么想听，那我就告诉你。初次见面，她宛如是……骤然之间，天地放异彩，宛如仙女下瑶台。她牵引风姿成绝代，天工身手巧见才。秋水脉脉映眉黛，红云绵绵透粉腮。点将迎春，甚可爱。超凡脱俗，美裙钗。他一动一静多旖旎，他一言一语皆是句，他一颦一笑全情意。你独把
相思，得足莫笑自坚持，不怪你会多怀疑，密接你若情眼间，得足你也会木难移。外貌绝色有何用？由来美人才平庸，文辞满腹多本领，琴棋诗画样样通。如此说来，她非是人，定是仙女下凡尘。仙女前下相思斋，下凡与你成一家。哎，听我说，密接对我情分好，愿惜着我与过道。他千方百计来讨报，患难约定皆死落。才知公子情深定，不由杨修心正经。前庭访问将军令，准备拿钱与平听。德祖，你说父帅要纳妾？方才我在帅帐之中，主公召见了陈琳。主公，请看。德祖，这件事情一定得从长计议。诺。微臣陈琳叩见主公。啊，起来吧。谢主公。不知主公唤微臣前来，有何事差遣？先生，前日在议事厅和众卿家讨论政事，内政方面，我已经派出了崔琰和贾诩前去赈济灾民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袁氏余孽未除，请先生过来，就是商量此事。这曹丕、曹彰既救回曹植，袁熙必败无疑。为了能使二公子能喘口气，不如先生啊，有何高见？微臣在想，如今袁谭、袁尚两兄弟相争，必有一伤。如今袁谭已取得平原，而袁尚奔走固安，如丧家之犬。所以依微臣之见，出兵固安，攻打袁尚。先生，你以为何人能够挂帅？微臣以为二公子曹彰定可平取。不，我让长子曹丕出战。大公子跟主公之间不是？正因如此，我才要这个逆子挂帅。哎呀，可是如今大公子不是前去救甄宓了吗？先生不知，那曹丕已将甄宓救了回来。老夫
很快就可以纳妾了。那主公打算派多少人马？大军5万，你觉得如何？主公，兖州已经分散曹兵部分人马，而邺城百废待兴，不可不留人马把守。以大公子的骁勇，2、3万人马便可。敢问主公，打算何日出兵啊？越快越好。皇上已命我为冀州牧，霸着兖州不走，实为不妥。所以当务之急，就是要平定冀州。曹丕这个逆子出征，刚好，我可以迎娶甄宓，免得他吵吵闹闹，让人笑话。主公高见呐！此事当真，德祖绝无半点虚言呐！天哪，原来那日父帅责打大哥也是为了密解，原来老天爷怎么会让我们父子3人同时爱上密解？如今大哥他为了密解顶撞父帅，而父帅又为了密解把大哥打得半死。不，密解一心只爱子建一人。为了密解，我要去求父帅，让父帅成全我跟密解的婚事。不行，子建。杨修近日与主公相处，发现主公个性十分倔强。你大哥是他的亲生骨肉，他都能下毒手去殴打，可见他对甄姑娘的确十分爱慕，必得之而甘心呢。子建，你千万不可去，否则恐怕连你也……你是说，父帅也会对我不利？不止如此，主公说，他要派大公子征战出兵。大公子倘若得胜，主公也会将他驻派留守。倘若他不幸战败归来，主公定要将他以军令处斩呢。子建，子建，父帅，父帅为什么会这么残忍？大哥是他的亲生儿子。子建，你也是他的亲生儿子呀。德祖一语，让子建震惊觉醒。子建心碎，暗伤心。父子竟为一女子大动干戈，那亲情如今就像棉丝，经不起轻轻一碰就断线了。子建，我劝子建切莫悲伤。这天下美人多的是，何必一定要这么一个有争议的女子呢？子建，你还是忘了她吧。不。德祖，我忘不了密解。唉，子建，杨修今日汇入曹府，完全是仰慕子建你的英明与才华。我不希望你遇到任何的困境。相信我，
你父亲想要得到的，无论是东西还是人，他必定都要得到手。而你大哥这一点，与主公十分相似。这之后会演变成如何，没有人知道。子建，我劝你切莫趟入这场争夺，否则你一定会痛苦非常啊！小姐，不要说话。你躺在这儿是一样的，好方便我照顾你。姑娘，对婢女如此的照顾，真令子桓感动。子桓在想，如果是我受伤，姑娘会如何？大公子说笑了，你英勇无比，怎可能受伤呢？我是说，如果是我受伤，姑娘会不会照顾我？会不会？舒服。陈琳参见大公子。陈先生不必多礼，赶快让大夫去瞧瞧吧。诺。请。啊，大公子。请。哎。大夫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碍，皮外伤，调养几天就好了。好。大公子此次回来，还没给主公请安吧？啊，是这样，老夫在来的路上碰到了大小姐，她让我带话给大公子，说是夫人正在等你。既然母亲正在等着我，那这里就有劳陈先生了。诺。恭送大公子。啊，有劳大夫了。哎。子妍的伤势怎么样？大夫说已无大碍。路上，大公子也替他治过伤。这就好。哎，你见过元二公子了吗？叔父不要提他。为什么？他不是人。可他毕竟是你的夫君啊，侄女儿。叔父，
元夕之事先莫提。有一件事，侄女一定要对你说。你我同祸同福，有什么话你尽管说。甄宓已软弱女流，叔父交代的重任，恕侄女不能完成。你说什么？难道你不想为袁家报仇雪恨了吗？与侄女难比西施，我无能为力。莫不是你真的爱上了曹丕了？叔父，你不要再问了。好，我可以不问你，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曹丕此去，必死无疑。而且用不了多久，曹操就会纳你为妾了。老夫告退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小姐，你刚才怎么不对陈林老爷说你爱的是三公子呢？他心中只有袁家，一心想着为袁家复仇。我现在对他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。我更害怕，我害怕说了出去，他会对付子建。那刚才陈老爷说，大公子有性命之危，你要怎么做？我已经无心顾及那么多了。只要子建平安无事，我就放心了。可是小姐，曹操马上就要收你为妾了。如果属实，我只有在那夜刺死曹操，然后自尽。一来报答婆婆对我疼爱之情，二报自建对我的爱。小姐，子桓参见母亲。大姐，曹真拜见主母。大小姐，真儿都是自己人，不必客气。子桓，为娘给你介绍一个人。这是崔琰的侄女儿崔丽。崔丽见过大公子。不必客气。崔丽，去看看子建的药煎好了没？是夫人。子桓，你可知错？孩儿知错，经母亲训教。你要带子建和甄姑娘外出，为什么没有跟任何人说一声？还好这次甄姑娘跟子建是平安归来，否则你爹要是怪罪下来，你如何担待？爹爹如今视我为眼中钉，当然是以军法处置。子桓，你怎可这般说法？母亲，孩儿有一事相求。起来，起来再说。母亲，若是不答应孩儿，孩儿就不起来。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跟你爹为了一个女子，竟然弄得父子相争。你知道为娘有多伤心吗？子桓，
子环，快起来。子环，你觉得方才那位崔姑娘怎么样？温文尔雅，说话温柔，应该是个贤淑的女子。那就好。什么就好？子环，你莫说父亲当你是眼中钉，他可是为了你呀，特地叫崔琰把崔姑娘带进府，明则是要让她陪伴母亲，实际上啊是要为你促成一段美良缘。大将军到。拜见大将军。哎，快起来！甄宓，你受惊了。有劳大将军挂念，所幸有惊无险，并无大碍。来，快让我看看。消瘦了，一会儿我吩咐下去，让他们都做点补品，好好补补身子。多谢大将军。大将军请坐。紫嫣，还不沏茶？啊，是。甄宓，来，坐。甄宓，我听说你这个婢女为了救你险些丧命，如今你伤势如何了？紫嫣只是一个小小的婢女，却劳大将军垂问关怀，紫嫣谢过大将军。哎，起来吧。你救了我的美人甄宓有功，本将军会好好赏你的。啊，不敢，这是紫嫣应该做的。谢谢大将军关心。甄宓，你不知道，你失踪的这几天，本将军是茶不思饭不香啊，十分的担心你。这一切都是子桓那个混蛋惹的祸，差一点害死了你和子建。这次，本将军绝饶不了他。大将军息怒，小女子并无大碍。大公子也是知道我烦闷，一时好心带我出去走走，还请大将军恕他无罪。这件事情，本将军自有定夺。大将军，不知三公子可好？子建回来之后昏睡了几日，我看他应该没什么大碍吧。倒是我那二子曹彰这几日救回来一个女子，我倒要去看看是什么情况。既然大将军有事，那我就不留大将军了。也好。甄宓，你好好的保养身体，本将军忙完这阵子，定会热热闹闹的将你明媒正娶，娶进我曹家。小姐，这可怎么办？看他那样子，定是要纳你为妾了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只要子建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
我应该去看看她才是。可是，子建，切莫去探视甄姑娘，在这个敏感时刻，会出现很多的波折。子建，千万不可去，要三思再三思啊！哎呀。 我当然是因为心烦才走来走去的。告诉你也没有用。我知道蜜姐回来了，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心烦。怎么办呢？你想去看紫嫣？哎，对呀，我比蜜姐先回来，也不知蜜姐在袁熙那儿受了何等委屈。我应该去看蜜姐，就算父帅和大哥知道，也不会因此责怪我。哎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就去。哦，好好好，别急，别急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还真是破了！昨天下雨你睡去，发了高烧，我好心拿毛巾帮你敷一敷。这是哪里啊？见你一直昏迷不醒，我就只好把你带回邺城来了。邺城？莫非这是？这里是曹府。啊！子文，你怎么流鼻血了？血？娘，都是他打的。这就奇怪了，二弟呀，领兵打仗从没受过伤，这怎么看到美人就流鼻血了？娘，你看大姐啊！好了，你们姐弟俩这么说话，也不怕姑娘看了笑话。想必这位是夫人吧？民女孙云拜见夫人。姑娘免礼，相逢即是缘，请坐。父帅，爹爹，这位姑娘，既是我儿救你回来，不妨就在我曹府多住上几日吧。民女谢过大将军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将军？普天之下，谁人不知曹大将军挂帅，打败袁绍，攻下邺城，冀州收复指日可待。姑娘，你竟对天下时事了如指掌，你并非泛泛之辈。不知姑娘父亲是何人呢？家父字伯阳，吴郡富春人。哦，方才本将军在门口听闻姑娘姓孙，莫非姑娘的父亲就是那东吴名将孙贲？正是家父。原来如此啊！我说他这个女儿怎么那么凶巴巴的？你，子文，一个大男人怎么能这么说女孩子呢？姑娘莫见怪，我儿曹彰说话一向口无遮拦的，但是他心地并不坏。夫人放心，我早在寿春就有所耳闻，曹家二公子骁勇善战，从小就有搏虎之力。他呀，就是头脑简单。你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就这么感激我啊？姑娘伶牙俐齿，好生厉害！哈哈哈哈！啊，既是如此，姑娘，
你不妨在我曹府之中多住些10日吧。谢过将军美意。不瞒将军，民女自从家父离开寿春，回到吴地，已有多年未见。此次就是为投奔父亲而去。那这样，姑娘，本将军修书一封，送至孙将军处，告知你在我曹府，让他放心。如此，姑娘便能安心的在这里养伤了。民女谢过大将军。不必。二公子陈琳口上，本欲叫二公子捉到曹植立即杀之，未料却被脱身。如今曹操与曹丕父子为了少夫人争风吃醋，曹操欲派曹丕出兵攻打固安。臣特禀告二公子，速与大公子谋策，派兵埋伏固安附近。曹丕只带2、3万人马，到时由3公子出城应战，二公子带兵截断去路，必能战败曹兵，杀死曹营1名大勇将。就算曹丕逃回，曹操也会用军令将他处死。至于少夫人，好似爱上曹丕一事，容臣观察再劝，切莫心急，陈琳拜上。如今借刀杀人之计已定，只是如今甄宓已经爱上曹丕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看你，来，慢慢躺下。这枕头是3公子送给小姐的，紫嫣怎么敢用呢？小姐，3公子应该知道我们回来了，他为什么不来看你啊？华歆接咱们进府的时候不是说了吗？3公子受了重伤，昏迷了数天，这才清醒，怎么能来看我呢？那小姐就去看他呀。我怎么去呀？小姐当然应该去看他，紫嫣已经没事了，小姐应该去照顾3公子。你没听陈叔父说吗？这个时候，我怎么能连累子建呢？站住！蜜姐，三公子，你们受伤了？进来再说。子建，子建！
蜜姐，你没受到惊吓吧？只要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你没事就好，无言应该能擒住他的。你个叛徒！别！哎呀，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跟我来。走啊！老爷，你为什么执意要把那个孙姑娘留下来？夫人，你有所不知啊，那孙云的父亲孙奔，本是那东吴孙策的宗亲，在淮南袁术的手下为将。袁术呢，曾任命他为九江太守，但是这孙奔为了扶植孙策，毅然放下了妻女，回了江南。此等忠义之士，若能为我所用，这万一他要是不肯归顺你，那也无妨啊。如此也可成就一对佳人眷侣。妾身不懂老爷的意思。母亲，难道你没看出来吗？这二弟表面上跟孙姑娘斗嘴怄气，可是啊，两人眼神不离彼此呢，是吧，爹？那可不行啊！那孙姑娘虽然生得伶俐漂亮，但是她说话快言快语，更是泼辣，我怕子文他会……夫人，孩儿们的事情何必管那么多呢？可是，启禀主公，许褚，什么事情这么慌张？府内发现刺客差点伤了三公子和甄姑娘。速召曹彰，让他带上所有兵士，务必抓到那刺客。诺。好大胆的刺客！陈琳带什么人入房中？为什么鬼鬼祟祟？来，把它吃了。这是什么？治伤的药啊！我看这是毒药吧？想人毒死你。刚才在外面就把你给抓起来了。管你怎么说，我即愿死，也不吃这个药。你死是小事，倘若耽误了我复成大业，以致害袁家重建，你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吗？我与张彪献计，好不容易才取得曹操的信任，如今他们父子为了二夫人而反目，曹操欲派曹丕攻打固安，我想趁机除掉曹操，还有他的儿子曹丕。这个消息必须由你来送出去。你说，你死得还是死不得呀？啊！原来陈先生是用心良苦。来，把药吃了。这是写给二公子的信，你把它收好了。先把伤养好，我想办法把你送出府去，然后你火速到平原，切莫误了大事啊！是陈先生，属下本就认为你一定不会背叛袁家。收起来吧。好。你先到里面躲一下，我去看看。快！
快去！大公子。陈先生，我听说府内窜进了刺客，我不放心，就过来看看，陈先生是否平安呢？托大公子的福，属下速安。那就好，那咱们一起去抓刺客。好，诺，属下遵命。先是余孽入府行刺，接着子桓和子建游山遇险，如今竟敢再次入府行刺，真是可恶，可恶至极！请主公放心，相信很快就会找到刺客。很快？不信，有多快？是马上还是立刻？陈琳呢？微臣陈琳来晚一步，还望主公恕罪。起来吧。谢主公。陈先生，昨夜刺客入府行刺，你可知晓啊？微臣已知。听说那刺客是想行刺甄宓还有三公子，所以微臣已将甄姑娘安排在夫人住处，三公子及无言还有下属正在内堂保护家眷。曹丕呢？陈琳果然是诈降。副帅，府内皆已巡过，并无刺客踪迹。你都找过哪些地方？禀副帅，府内东西南皆已巡过。北边为何不找？大哥带人在北方寻找，所以孩儿并未找过。今日曹休与我寸步不离，那杨修、崔琰，还有华歆，也是在替我拟定计策。他们的房间有可能藏了刺客，你找了没有啊？孩儿皆已搜查过。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找过。副帅，什么地方？孩儿立即前去。不必。本将军亲自去找。
让开。陈先生，臣带本将军去你的听雨轩一看如何呀？诺，臣遵命。不用去了。孩儿参见父帅。免了。谢父帅。我倒要问问你，为何不用去了？禀父帅，刺客入府以后，是我叫陈先生协力寻找。如今府内每一个地方我都找过了，也没有发现刺客。我想刺客应该已经逃出府了。曹真在，是否如他所说，每个地方都找过了？启禀主公，确实每个地方都仔细搜查过。一群酒囊饭袋，一个小小的刺客都找不到，无能！主公，臣认为府内肯定有密道，所以刺客才会逃逸无踪。崔先生说的有道理。子文，孩儿在。命你带上曹休、许褚，在府内仔细搜索，记住，隐秘之处要多加留心。诺。凌修在，命你到后宫告诉夫人，那刺客，就说刺客已走了。记住，护卫只增不减，要隐蔽保护。诺。陈琳，臣在。由你主持，和华歆、贾诩，还有崔琰，把本将军刚才说的事情好好商议一下，有了结果，速报本将军。臣等遵命。你随我到书房。诺。拜见夫人。起来。谢夫人。宫娘真是秀外慧中。过奖了。丽姐，崔姑娘你接过了吧？老爷欲将崔家女嫁给子桓，他为妻。他与子建同年纪，两人相配，交相依。这段时间夫人可急坏了。崔家姑娘好心肠，照顾子建记心房。看她文雅又端庄，更是一位美红妆。甄姐姐过奖了。将被魁首
真假姐姐多娇美，荧光似玉，皓月比。蜜姐，你看，连崔姑娘也这么说。那是客套话。你可知道，崔姑娘自幼受崔先生的教诲，应该是位富诗词文采的才女呢。哦，蜜姐怎么知道？当年陈叔父要收我为徒，就曾跟我说过，崔先生是位有文采的风流人物，还想让我跟他学习呢。这么说来，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谈文论诗，共研学问。甄姐姐过奖了，崔丽怎敢与三公子和甄姐姐相提并论呢？好啦，看你们三个聊得这么开心，连刺客来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了。也不知道这刺客抓到了没有。拜见老夫人。杨主簿不必多礼。杨修奉主公之命特来禀报，刺客已经逃离了，请夫人不必担心。德祖，难道大哥二哥未抓到刺客？据了解，府内好似有密道，所以刺客才能顺利逃脱。那岂不是太危险了？这刺客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我们的安全怎么保全呢？回禀夫人，主公已命二公子四处搜查，应无问题。那子桓呢？为什么不派他去？大公子被主公叫到书房去议事了。是不是要派大哥出兵？未奉我令，私自出城，交游涉险，你差点害死了子建和甄宓。